罗干到了斯莫格拿着心脏走回研究所，达斯奇不甘心，还想上去和罗撕巴一下，被手下的海兵们及时拦住。你这小妞上去能干啥？还不是给人刷经验。这时路飞等人骑着茶胡子也赶了过来，路飞一眼就认出了罗。2年前路飞多亏了罗和慎平，才从顶上战争中保出了性命。路飞见到暌违2年的救命恩人，十分开心，跑过来对罗表示感谢。罗的回应十分冷漠，没啥感谢的，都是缘分让我们相遇。和罗寒暄完了，大家注意到地上躺着一个海军，旁边丢着一把石手。乌索普心中一颤，这人该不会是那个喜欢装逼又谁也打不过的海军斯莫格吧？达斯基和流氓海军们跑过来证实了乌索普的猜测。达斯基来到斯莫格身边，一看斯莫格一点意识也没有，胸口开了个洞，以为这家伙挂了，情急之下拔出自己的小破刀去砍罗。罗感叹一声，这种愚蠢的做法最令人讨厌了，使出入目，用屠宰场把达斯基和斯莫格的人格调换过来。达斯基感觉胸口一凉，啪的一声倒在雪地上，终于见识到了社会的险恶。在强者面前，他嚷嚷和装逼果然是没用的。干掉了装逼2人组，罗给路飞等人指了一条路，暗示他们可以找到伙伴，然后就面无表情地离开了。终于和路飞产生交集的罗还不知道自己宁静的田园生活已经就此结束了。山治等人在研究所中绕来绕去，终于找到了后门。大家因为慌于逃命，忽略了外面极寒的气候，跑着跑着，小孩子们就扛不住了。外面可是零下几10度的天气，这样跑下去，估计孩子们要冻坏了。捂实脑袋，沉默良久，然后让众人在脑袋上钉着石头，然后他接着不知道念了什么咒语，所有人的身上都出现了厚厚的抗寒棉服和手套、鞋子。巫师解释说，自己无意中吃下了一种恶魔果实，于是有了能变装的妖术。乔巴版弗兰奇一脚将巫师踢倒，有这种技术怎么不早点拿出来？巫师痛苦地说，难得看到女人的泳装，挡住太可惜了。弗兰奇把娜美听到后，上去就把巫师脑袋暴揍一顿。远处传来一阵熟悉的声音，路飞等人骑着茶胡子向他们飞奔而来。大家找到一个可以躲避风雪的僻静处稳定下来，各自说清楚了目前的状况。因为山治不断的找机会偷窥娜美的身体，弗兰奇帮娜美拿出笔记本，狠狠地记了一笔账：触碰身体20万贝利，偷窥10万贝利。经过漫长的颠簸，巫师脑袋终于从路飞那里拿到了自己的双腿。现在的他应该就是传说中的脖子以下都是腿的造型了。巫师告诉大家，自己来岛上是来找儿子的，因为茶壶的一伙人阻碍自己，所以就把他们砍了。后来遇到了七武海螺，被罗砍成3段，头、身子、腿分别被丢在不同的地方。众人把茶胡子绑了起来，乌索普特意做了身份识别小标识，给山治4个人带上。茶胡子哈哈大笑，罗一定会来救他的，到时候一定要草帽团死得很惨。2年前的香波地群岛事件，世界将11个悬赏金过亿的新人加上黑胡子统称为罪恶时代。这些人是生活在2个时代夹缝中，背负战乱命运的问题儿童。每次世界有大事件发生，肯定会有这一代孩子们参与其中。茶胡子海盗团是被罪恶时代之一的霍金斯海盗团袭击后全军覆没。光杆司令茶胡子在战斗中失去了双腿，遇上了主人和罗之后，才变成了现在这个样子。根据茶胡子介绍说，庞克哈萨德曾经是一个生机盎然的小岛，是贝加庞克用来进行武器开发和药物研究的实验基地。很多罪犯没有被带去推进城，而是被带到这里，被当作小白鼠进行试验。4年前，贝加庞克的化学武器实验失败，岛上发生了大爆炸，3个研究所有2个被炸毁。爆炸产生的高温和有毒物质将原本生机勃勃的小岛变成了一片荒芜。世界政府了被当作实验体的犯人，独自撤出了庞克哈萨德，并且将小岛进行了全面封锁。被遗留的犯人们为了躲避毒气，逃到了唯一没有被损坏的第3所实验室。但是因为毒气蔓延，这些犯人吸入大量的神经毒素，下半身失去了知觉。直到1年之后，被称作主人的科学家凯撒·库朗来到了庞克哈萨德，不仅用神奇的技术净化了岛上的空气，而且还给这些遗留下来的犯人们装上了假肢，把他们收为部下。2年前被霍金斯团灭的茶胡子拖着重伤的身体闯入庞克哈萨德，被凯撒所救。之后，七武海螺也来到这里，用自己的能力给所有不能走路的人装上了野兽的肢体。这下草帽团遇到的半人马和鸟人就可以解释通了。草帽团一听，原来罗和这个凯撒是好人啊！在卓尔岛的龙原本是贝加庞克制造出来用来充当守卫的人工生物，可以适应任何环境，是一个十分凶暴的生物。茶胡子警告众人，如果看到那头龙就赶紧跑吧。索罗认真的回答，知道了，虽然那头龙已经被我们吃了。茶胡子说了半天，连路飞都说的睡着了，最后总结了一句，总之凯撒是这个岛最伟大的人，草帽团也会被当作实验体抓起来，谁也逃不掉。然而真正的事实却和茶胡子说的恰恰相反，海军内部得到情报是，在庞克哈萨德引起巨大事故的并不是贝加庞克博士，而是凯撒，也就是茶胡子口中的主人。凯撒之前是世界政府科学班的2号人物，他的想法惨无人道，总是和贝加庞克对立。贝加庞克只不过被列为那起事故的责任者而已。
凯撒因为开发用于杀戮的杜瓦斯兵器被列为重大罪犯，一度遭到逮捕，悬赏金达到3亿贝利。凯撒凭借自己的能力从监狱上逃脱，之后便销声匿迹。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凯撒应该是逃到这里继续自己的实验研究了。遭到罗德诅咒的达斯奇和斯莫格两人调换了人格之后，怎么看都觉得很别扭。这个外表看着性感又可爱的家伙，叼着粗雪茄，说话一阵粗嗓音，真是让人出戏。达斯奇版斯莫格虽然战斗能力菜的一批，但是头脑还是非常灵巧的。他用灯岛就注意到了有 CT 标志的地方。如果说罗德背后有什么人，从目前岛上种种迹象来看，最大可能就是那个人——贝加庞克博士曾经的同事凯撒。凯撒被称为世界上最恐怖、最邪恶的科学家。这几年来，这屋海军支部经常收到附近海域发生儿童诱拐事件的报告，但是这些事情见报后都变成了海难沉船事件。身为这屋海军中将的斯莫格完全没有听说过这些事。达斯奇一直以为是手下报告失误了，直到刚刚达斯奇看到这些小孩子之后，心中有一点怀疑报告的真实性。如果这有关于儿童诱拐案子的报告是准确的，那么这些事情一直都没有传达到海军本部和世界经报，说明这屋内部有人将儿童诱拐事件给压了下来，掩盖了事实。这个推测一说出来，大家就不愿意了。我们虽然很流氓，但是我们也有流氓的底线，绝对不会对儿童出手。斯莫格大吼一声：“闭嘴！你们这群蠢蛋，一开始就没有值得怀疑的价值。”不得不说，斯莫格的脑子确实很快，而且眼光很独到，很有战国的感觉。斯莫格告诉大家，从人类开始拉帮结派以来，世界上就没有完美的组织，所以千万别对海军抱有什么幻想。斯莫格分析了一下当前局势，自己现在心脏被罗抢走，人格被调换了，所以暂时还不能离开这个岛。他决定先安排一部分手下去偷船，然后离开小岛向海军总部报告情况，自己剩下的人一起收集岛上的情报。如果查明凯撒在这个岛上继续反人类的实验研究，必须要全力阻止。罗回到研究所内，见到了自己的合伙人凯撒。凯撒一个电话打给了神秘人物 Joker， 得到了上司的杀人许可，无论是草帽团还是武士都可以干掉，到时候捏造成海难就可以了。凯撒就带手下去抓捕更多的实验体，目标直指草帽团，如果有不老实的人可以直接毒杀。凯撒的助手鸟人莫奈补充道，草帽团的总悬赏金是8亿50贝利，不过这2年草帽团都没有任何的行动，悬赏金也没有增加，所以真实的实力一定会比悬赏金更高。而斯莫格的计划早就被凯撒料到了，海军没有军舰，没有电话虫，为了报告岛上的情报，一定会想办法夺岛上的船。凯撒所以安排了一大批人手等在那里，准备将斯莫格的这5团灭掉。罗比较担心的是草帽团，和斯莫格相比较，草帽团才是最棘手的人。凯撒嘿嘿一笑，为了干掉草帽团，凯撒秘密派出了暗杀2人组雪人兄弟，干掉了草帽团后，就可以将孩子们回收过来。不过按照时间来看，就算不管不顾，孩子们夜宵发作，也会自己找回研究所的。草帽一会儿躲在废弃的实验室洞穴里，一时间无所事事。这时山治突然发现武士消失了。布鲁克告诉山治，在听说了自己在河边见过他的身体之后，脖子以下全是腿的武士就跑了出去。那种家伙连打架的手都没有，如果在外面遇难了也只能逃了，万一被人当街打死了也不好。山治出于对武士生命的负责，和布鲁克一起跑出去寻找。2个色批达成共识，找个没人的地方，先让布鲁克欣赏纳美的内裤，再找个相机。纳美一眼就看出这2人图谋不轨，狠狠揍了2人一顿，然后安排索隆也跟出去。山治只有跟着索隆在一起的时候，才没有心思想其他的事情，因为2人无时无刻不在吵架。3个人在雪地里四处寻找武士的脚印，结果有一个意外的惊人发现，在雪地里出现了一个超级巨大的脚印，看起来好像是巨人族。在距离3人不远的地方，有2个身材又细又高的雪人站在平原上，2个人背着巨大的猎枪，戴着帽子，其中一个家伙低声说了一句：“还有6个人。”本来以为会很棘手呢，赶紧搞定就可以了。在雪人兄弟的背后，布鲁克、山治、索隆已经被打倒在了雪地中，失去意识。小巴担心孩子们所说的疾病，让娜美配合他提取了孩子们身上的汗液进行化验，化验结果让乔巴大吃一惊。这时候，身形巨大的孩子们突然发病，头痛不止，眼中产生幻觉。乔巴逮住其中一个孩子，询问他们平时这个时间在做什么。孩子们说，平时这个时间会有例行的身体检查，然后会有糖果发给他们吃，那种糖果味道很好，而且很有趣，还能冒烟，吃完了就有一种幸福的感觉。乔巴听完瞪大了双眼，一股无名火从心头窜起来。孩子们根本没有生病，从孩子们的身体中检测出一种有毒物质，这种药物在世界上只有指定国家的指定药师才能使用。这些孩子们每天都在服用这种带有毒素的药物，身体一点点被摧毁，而且已经上瘾。为了摆脱痛苦，只能渴望下一份药物。乔巴气得大吼：“那个名叫凯撒的家伙到底出于什么目的，给这里的孩子服用这些毒药？”孩子们的痛苦逐渐升级，不断的呼唤糖果。
路飞打算去把那种糖果偷出来给孩子们吃。乔巴上前拦住路飞，那种糖果越吃情况越糟糕。对于医药这个领域，路飞对乔巴100%听从。乔巴说不让吃的东西，路飞绝对不会去动。孩子们发病越来越严重，其中一个巨人黄发小孩痛苦到极致，爆发出怪力，将路飞一拳打飞，到处砸东西，进入狂暴模式。大家很奇怪，难道巨人的孩子有这种力量？其他孩子解释道，他们根本不是巨人族，大家刚到岛上的时候，身形和普通的小孩一样大。孩子一直以为自己得了变大的疾病，所以才会变成现在这样。乔巴更气愤了，因为普通人是不会得那种会变大的疾病的，巨大化的人类都是与生俱来的能力。有孩子告诉乔巴，在研究所中待得越久的孩子，身体就会越大。很明显，这里的孩子全都是那个名叫凯撒的科学家的实验体。孩子们越来越狂躁，对糖果的渴望让他们失去理智，开始疯狂锤人。路飞等人只能不断的闪躲，无法还手去阻止孩子。情急之下，乌索普站出来，发射出催眠种子。催眠烟雾让狂暴的孩子们暂时安静下来，进入睡梦中。路飞等人经过商议，决定兵分两路，乔巴和娜美留下来照顾孩子，路飞等人到研究所去找那个所谓的主人凯撒算账。以路飞等人的性格，绝对不会对眼前这种事情袖手旁观。不过，就算他们把孩子救走，也无法解除孩子们身上的毒素，而且凯撒还会继续诱拐其他儿童。就目前情况来看，只有找到凯撒本人，才有可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不过，凯撒如果能老老实实的把孩子的事情交代出来就好了。如果他偏偏不交代的话，乔巴把弗兰奇用扭曲的脸说，那就把他打到说为止。罗宾在一边沉着脸说道：“弗兰奇，你能不能不要用乔巴的身体说话了？”就这样，四人踏上了找凯撒算账的路程。我是谢幕君，咱们下期见。